这个版本非常稀有。这一支挺好，这一支是那个 Intense 加强版，天之骄子加强版 Intense， 对就是意思是比刚刚那个淡一点天之骄子 La Perfume 淡一点更强一点啊，淡一点，淡一点，淡一都点。Intense 了，Intense 真强。没有 Intense 是因为是 EDP 版本，好 EDP 版本，它就比刚才的香精稍微轻一点点，然后但是又比淡香水再浓一点点，对。了解，就是介于淡香精跟香精之间的啦，哦。至于淡香水跟香精之间的，哦，了解，淡香水跟香精之间。香精之间的，好，那你看它的颜色，其实就可以知道，它就有点像渐层的颜色，对，这个不像刚才威士忌的味道。对，没错，没错。那它确实有威士忌的感觉。因为我发现这个其实台湾都没有货，但你这边非常多，哦，非常多。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一支的价值在哪。对对对，我们今天要好好的展现一下这一支的价值， Intense， 展现一下我们的价值。其实这支我有点舍不得分，因为它挺长，我不太清楚你想表达什么。我不太清楚的想表达什么。就是性感，性感，对吧？它就比它稍微没有这么的深沉，可能年纪上可能30岁以上到40岁，好不好？我闻到了酒香加干燥红萝卜的味道，哎，你闻到的味道是我们喵王的最爱，来，真假的？哇，好来，这一支你看它的香材完全不一样，对，哈，手法完全不一样，对，也是厉害。那你觉得这一支跟这个另外刚刚我们拍的这个 La Perfume， 它的区别到底在哪边？刚刚那一支就非常适合这个夜生活。对，对不对其实这支也是，但是它可能在使用的年纪上，就刚刚的那一支可能年纪要再大一点点，要再大一点点。我觉得刚刚那一支反而比这支要年轻一点点。真的假的？真的，我觉得这一个比较能够谈事情，它一样是在夜生活，但是它在夜生活是可以坐下来先好好谈一些事情的，它给人的相对是比较稳一点的感觉，稳并不代表重。但是你可以闻得出来，它比刚才那支稍微再清透一点点，知道吗？清透一点点，一点点啊，因为它的走法完全不太一样，对，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一支它的甜味没有刚刚那一支来的多，对，哦，对，所以花香跟粉感要是多一点。那它也带了一点干燥的气息，所以会让人家觉得比较相对稳重一点。它的甜是从香草产生的，但是3支不变的基调就叫做薰衣草，就是薰衣草。好，但为什么土里面没有薰衣草？一定有，有啊，有一点点鼠尾草啦，鼠尾草啊，只是那个老花眼的感觉。死草、baby 草的哦。来，我们走一下这一个 intense 的香调，天之骄子 intense 版。对，好，前调是鸢尾，还有紫罗兰哦。中调是香草跟鼠尾草，基调是零陵香豆跟广藿香。OK，对吧？它就稍微可能后面就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比较花一点。对，药感一点点，因为有广藿嘛，好，可能现在还没有出来了，因为以浓度来说，它在商业香里面算是非常持香非常好的，对，持香非常好，绝对是啦。好，因为你不想刚刚那一支这么的强大，扩散如此的强大，可以选择稍微应该讲这个叫 medium 啊，就是最适中的版本，好，最适中的版本，那也是它为什么这么抢手，跟现在缺货，然后市场上都找不到，是都找不到。你觉得这一支你会穿在什么时候？你会用在什么？其实这支是我最爱的，因为淡香水真的讲真的，味道是好，但是真的太淡了，所以，然后那个可能要冷一点才，香精版可能要冷一点才适合。其实这一支是我最常用的，对，只是因为它现在因为很难再找到了，所以我都是很舍不得用了，应该都舍不得用。对，我刚刚在镜头后面，我是一直在品味比较2个版本，对，是不是？而这一个像刚刚这个 La Perfume 就是直接比较适合在夜生活。那这一个可以稍早一点哈，就对，是像夜生活在，如果刚刚那个用在10点之后很合适，那这个大概就是用到10点之前10点之前。
对，就是门禁时间到之前要回家报到。晚上第一通的时候是可以用这个。那通常一个生意的进行就是晚上先吃个饭嘛，对不对？好好吃个饭的过程可以好好谈一些事情的时候，在还没醉的时候可以谈一些事情。那等到这个第二通10点之后，刚刚那一支 La Perfume 就可以上胶质的 La Perfume 就可以上升。那时候就是事情已经谈完了，心里有一个笃定了，哎，生意谈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可以来好好的那个放纵自己一下，这样子，对，贺成交，OK。那这个反而就是7到8点，会带一点稳重，但是它的味道并不是重的哦，不要把它想成太沉重了。它是一个怎么讲，有点神秘但是又可靠的感觉，它给我的香味。它比较更清透一点，更实用一点了，比刚才那个可能真的，我觉得太厚了一点，太厚了。那个可能还要考虑到季节，但是这个不用考虑季节，因为它呈现的是花香嘛。对，不管冬天还是夏天，其实花香都是非常非常一个棒的气味，也是大家接受度最高的气味。那你觉得这个上升的时候，它适合什么样的怎么讲？它适合穿着，我觉得都可以。对，你可以穿着就晚上很正式，但是你也可以像我们这样穿着 T 恤，对不对？OK。就出门。好，那什么场合呢？推荐？5点以后都通用，5点以后都通用，下午5点以后都通用。5点以后就拖鞋、T 恤了。对，5点以后都通用。好，5点以后都通用。OK。10点以前。运动，我问你，运动的人是不是那种？太粉了。如果说5点之后大家下班去运动，太粉，可能要等一下的歪拿会比较适合。歪拿比较适合。OK。好，那这一支让你印象比较深的，比起其他支，有没有可以帮我们讲一个它的突出点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像香奈儿、迪奥、YSL 娇兰，对，我觉得最适合晚上喷的其实是 YSL，这是它的特色。哦，它的特色，就其他的可能是白天喷很适合，比如说蔚蓝啊，对不对？比如说是那运动版叫什么？香奈儿那个叫香奈儿 Sport， 阿鲁 Sport， 对，阿鲁 Sport， 那个都是比较属于白天的，但是我想 YSL 做晚上就夜香的部分有它非常棒的地方，而且有它的独到之处。是，这点在其他的商业香很难找到，就是它原创的 DNA， 就是天之骄子。对。那如果你晚上出去，但是又不太想补香，我建议就可以喷这个 Intense， 它可以让你回家的时候那个香味都还存在。是香味都还存在。对，我们刚刚拍了2支，我觉得2支都分别都很有特色，而且是完全不冲突，在不同的时间点做不同的事情。对，分别表达不一样。对，那我们为下一支埋一个伏笔了因为你看它这整个系列的几乎都是比较黑的嘛，瓶子比较黑的，所以应该看得出来，它应该是属于用在夜生活会比较合适，对不对？而且非常棒，我必须说非常棒。这就是神秘一个暗夜的感觉，这样子。可是暗夜却不让人家觉得下流，对，不下流，性感不下流，对，性感不下流。那是你说我们2个跟性感好像扯不上关系，对，跟下流比较有关系。那刚刚已经有讲第一支，这一支我会觉得用在7点到10点嘛，就门禁时间之前要赶回家的那个，对。好，那人家灰姑娘才12点，你比较惨一点，你还10点。对。好，那另外一支 La Perfume 它是用在10点之后。那现在问题来了，那个酒就喝的更厚的时候，已经到威士忌了。对，那现在问题来了，那第3支叫做 YSL 夜幕天之骄子夜幕版，其实呢，我觉得时间要放在哪里？其实我觉得它白天可以使用，天之骄夜幕反而白天可以使用，只是不要上班啦，不要上班就是休假，上班就是休假日的白天啦，休假日的白天。那我们来期待看看。好，如果以时段来分，它会不会根本是用在凌晨的呢？应该不会。对，那我们待会拭目以待。下一次见，拜拜。